第2集，尘埃中开出花朵，苦难中看到恩赐。听完大师的话，少妇的脸红起来。原来自己一直拥有如此多的财富，却还不知足。再看看身边的大师，双眼失明，一只袖管空空，却还用自己的智慧开解着身边的人。惭愧之余，少妇也明白了自己一直不快乐的原因，贪婪的本性以及消极的态度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相对于不知足而言，一个人要想做到知足，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因为不知足并不需要主观上的任何动力，它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欲望，所以不知足是自然的、顺情的，仿佛骑士信马由缰，不费力。而知足却是自觉的、坚毅的、顽强的和勉为其难的。当你走在高楼林立的城市街道上，看见身边的女人个个珠光宝气，名牌傍身，当你身居斗室，望着窗外一幢幢摩天大楼的闪闪灯火时，因羡慕嫉妒油然而生的不知足，无需费吹灰之力便不招自治了。要摆脱这些情绪的纠缠，要今晚依然知足地卧床酣睡，明晨照样知足地挤车上班，却是很不容易的事。不过正因为这种不容易，才更要去坚持，这样得来的快乐也会更加弥足珍贵。聪明的女人往往懂得如何在生活中适当降低一些标准，退一步去思考，因而她们能够知足常乐。女人只有体会到自己本来就是无所欠缺的，才是最大的幸福。知足常乐不仅仅是一句空话、套话，在心理学上，欲望与人的快乐感成反比关系。一个人的欲望与现实差距越大，他就越感到不快乐。作为一个聪明女人，更应该明白珍惜眼前的幸福，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这便是快乐的源泉。尘埃中开出花朵，苦难中看到恩赐。孟子曰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诚哉斯言，他向我们道出了奇迹出于苦难，美丽诞生于逆境的真谛。的确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之路一帆风顺，可是能被好运气光顾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大多数的人都要遭遇挫折。一帆风顺是一种幸运，是一种良好的愿望，因此我们常常用之祝愿亲人和朋友。而挫折是常有的，它像一块块试金石，就铺在你前进的路上。如果你想获得成功，就必须经得住困难的洗礼，挫折的考验。文王居而演周易，仲尼厄而作春秋，左丘失明而有国语，司马迁愤而著史记。那些最伟大的人，无一不是苦难的学徒，无一不是经历千辛万苦才能成就辉煌。没有苦难的折磨，就不会有崇高思想的生成。苦难对于弱者来说是无底深渊，但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说，苦难则是一笔财富，甚至是成为伟人的垫脚石。拉美奈说，不懂得苦难的裨益的人，并未过着聪明而真实的生活。苦难能磨练人的性格和毅力，能教会人们学会对付成功的方法。音乐大师贝多芬，他把一生奉献给音乐，但是天妒英才，他的耳朵聋了。这对于一个音乐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这给他的音乐道路蒙上了阴影。但他没有放弃，而且付出比以前更大的努力。贝多芬利用骨传导来继续他的音乐创作生涯。经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，最终
命运交响曲享誉世界，颤动着每一个人的心。越王勾践在吴越争霸中失利，沦为吴公奴仆。受此奇耻大辱的勾践忍辱负重，把复国的宏图暗藏心底，伺机取悦夫差，得以侥幸回国。回国之后的勾践一日不忘复国之念，他抛弃一切应该有的锦衣玉食，睡草席，下农田，亲自操练军队，并且在屋内悬一苦胆，每天亲口尝一尝，警醒自己，不要忘记兵败之耻。勾践卧薪尝胆，立志躬行，终使越国由弱变强，创造了3000越甲可吞吴的神话。世人或许很容易看到伟人们的痛苦，却未必能明白伟人们在痛苦中领悟的境界。昂贵的痛苦和厄运，往往让一个人成了一个伟大的人。许多人的一生之所以伟大，都是来自他们的苦难经历。是苦难激发了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是苦难给予了他们抗争的动力。没有苦难，崇高就不能生成；没有挫折，人的精神就不能提升。世界上从没有未经过艰难困苦而真正伟大的人。美国学者马尔滕博士说过，困难是我们的恩人，有了困难，才能拦住并淘汰一切不如我们的竞争者，而使我们得到胜利。不经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世上最精致的瓷器都要经过多次烧烤，没有经过多次烧烤的瓷器，永远不会坚固和精美。无数事实告诉我们，只有在漫长的烧烤环境中经得住磨练的人，才会有大的作为。挫折是前进中才有的困境，溺水的人才会遇到挫折。那些总是一帆风顺的人，是不可能品尝出困难的艰辛。鲁迅说，什么是路？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，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。因此，我们遭受挫折的时候，就要把挫折当作试金石，认真地打磨自己，历练自己，开辟道路，变逆境为顺境，变崎岖为平坦。逆境总是垂青成功者，命运往往总是在最艰苦的逆境之后出现转机。拿破仑说，最困难之时，也就是离成功不远之日。塞缪尔·斯迈尔斯说过，痛苦就是用一只强有力的手操纵一张沉重的铁犁，深深地犁进难以开垦的土地。但是这土地只要翻开，它的肥沃就会让土地结出丰硕之果。最大的幸运者也是最大的苦难者。如果苦难不能使他们低头，那么苦难就会助他们成功。当一个人突然陷入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摆脱的困境时，他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品质和意志。别让妥协侵蚀了你的信念。伟大的不妥协主义者拉尔夫·埃斯莫说过，想成为一个成熟而有魅力的人，就不能妥协。正直的心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。我犯了错误，是因为我对自己产生了动摇，我想看别人是怎么想的。妥协的结局就是被人奴役。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只有主动去迎接生活的挑战。我们要跳入生活的大海里，努力奋斗，为自己开拓道路。埃德加·莫尔是著名的战地记者和作家，他曾说过，如果消极的态度，比如圆滑稳妥，或者是逃避困难等，左右了我们的个性，那么无论我们是什么人，都不能算是一个正直的人。人只有在接受了重任时，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，那时我们才拥有了最大的幸福。我们的祖先说过，在困苦中成长的人才是健康的。在有些人眼里，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就和怪人一样，或者就认为他们是企图出风头的浅薄的人。
但人有时候就要有足够的勇气去支持一种非主流视野，或是站在潮流的对立面。在这种时刻，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站起来大声疾呼，就是最勇敢的表现。在一个集会上，集会偏离了主题，转到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上去了。除了一个人外，所有客人的观点都一致。这个人始终客气地回避可能发生的争执，直到有人正面地问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时，他才笑着说：我希望您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，这是公共场合，而我和在座各位的意见是根本不一样的。可您既然问到了，我就说几句。接着，他依次亮出了自己的观点。他在与人们的辩论中被各种反对的声音包围着，他是孤立无援的，但他寸步不让，坚持自己的想法。他说服不了别人，但因为他的毫不妥协，也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重。对他来说，附和别人的观点似乎更容易一些，可他没有那样做。教育家沃尔特·巴比说，人们常培养孩子表面化的品德，如合群、大众化、调整自己服从群体的要求等，按照社会理想要求的个性培养他们。我们却从来没给那些孤僻的孩子留有任何余地。但如果我们的学校想培养出来未来最幸福的、最好的公民，就必须给特殊的孩子留一点空间。那个孩子可能不喜欢棒球，他只喜欢读书；他不喜欢足球，只喜欢音乐。我们应该允许他的与众不同，而不应把他视为不能适应社会。如果有家长大声疾呼，告诉学校应该如何教育他的孩子，那么他就是一位勇敢的家长。而家长经常听人劝告道：行了，把问题交给专家吧。有这样一个人，那是一位住在郊区的青年，他抗议学校教育他儿子的方式。他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，从不妥协。他不断地提出问题，抨击流行的教育理念。1年后，他成了所在社区的教育委员会的代表。现在，他的孩子和社区内的几百个孩子都成了教育改革的受益者。正是在那个晚上，改革的思想被提了出来。在会上，他面对整个社区的人说出了他的想法。妥协与不妥协所引发的冲突，引起了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·多德兹极大的关注。1955年夏，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上，他发表了题为“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”的演说。他告诫毕业生们，你们在压力下妥协，改变不符合所谓常理的东西。可是，无论压力有多重，如果你有一个真正独立的灵魂，你就会发现，妥协只会给你带来失落感。你为了让自己的让步更有理由而做出了许多努力，事实证明，那一切都是徒劳的。除了丧失自己的自尊以外，你没有任何收获。即便妥协可以给你带来短暂的满足，但是你没能主宰自己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人，你的那些被放弃的愿望，对随波逐流做法的抵制情绪，会不时地让你的内心无法平静。1955年，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联合大学聘请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珀西·斯潘塞爵士为荣誉校长。他在就职仪式上说：生命给我们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的机会。我们欠着国家、社会和自己的家庭的债，生来我们就是来还债的。如果我们不想白活，我们就该义不容辞地偿还我们的债务。如果我们不履行自己的责任，我们就没有现在这种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，我们也就不能把自己的个性表现出来，也不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。我们在追求幸福的旅程中，有权利去完善、发展自己的个性。我们为我们自己，也为那些我们爱的人，为我们的同伴去完善自己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为了全人类去完善自己。
只有拥有成熟人格的人，才有能力去欣赏别人潜在的力量。只有拥有成熟心智的人，才会自豪地说，他只比天使低一点儿，而不会说自己比猴子高很多。对这样的人来说，妥协不会成为一种现实，它只是一个词，因为他始终坚信心灵是完整无缺的，独立的灵魂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。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说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，追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大意就是东西积累多了会溢出来，不如不去做，再怎么千锤百炼，还是不能长久保持。说的简单明了点，就是凡事都不能做过头，有缺陷才是真正的完美。当得到的东西已经很丰富了，就不要贪得无厌，不如停下来。你所占有的金钱地位多了，别人就会眼红，终究是不能长保的。人发富发贵，往往会骄傲自大，这样反给自己埋下祸根。人有所成功，就得知足，懂得功成身退，就把握了自然的法则。对于人生亦是如此，追求完美反而是一种不可能、不完美，倒不如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完美是人人都想要达到的人生最高境界，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，并非我们一定或必须要追求的。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大都认为，成功的女人具有渊博的知识，保持着优雅的姿态、不俗的气质、不凡的谈吐，在各方面都完成得出色而完美。为此，她们纷纷追求完美，制定许多规则与标准来约束自己。从严于律己角度来讲，这的确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在生活中，有些事情是没有必要太介意的，也没有必要时时处处追求完美，不然就会导致心理不平衡。古印度时期，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，商人的妻子很漂亮，两个人也很恩爱。在其他人眼里，他们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了。可是商人却始终对一件事耿耿于怀。原来，虽然他的妻子是个天下少有的美人儿，但却长了一个酒糟鼻子，这无疑会给所有人都造成一种美中不足的感觉。他妻子对此也很苦恼，每天都对着镜子不停地抚摸那只丑陋的鼻子，心中感到无比的伤心。有一天，商人到外面去经商，途经一个贩卖奴隶的市场，他看到广场中央聚集了很多人，于是也凑了过去。原来，一个奴隶贩子正在向围观的人介绍着一个瘦弱单薄的女子。商人本来不想买奴隶，但就在他刚要走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现那个女奴隶虽然相貌一般，但却有着一个漂亮迷人的鼻子。商人心里非常高兴，认为这一定是天神赐给他的礼物。于是他不惜花重金买下了这个鼻子漂亮的女子。